怎么过来了？我担心你，过来看看，看到你状态很好，我放心很多。你是请假的吧？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奖金？我在公司工作多年，大小也是个领导，上班是比较自由的，你不用担心会影响到我的工作，奖金再多都是身外物，只要你没事就好。走吧，我陪你回老家走一趟。小军，店里就交给你了，还有我姐过来时，你帮我安慰安慰我姐，这件事我会处理好的，让她不用担忧。好，路上注意安全。战先生，你有认识干媒体这一行的朋友吗？有，你需要他们的帮助吗？我回老家一趟，是把我叔伯们的住房都拍下来，要是有第三方见证一下，更给力。就是我现在不知道我那些叔伯堂兄弟们到底在从事什么工作。我让朋友们帮你调查一下你堂兄弟们的工作以及收入情况，等你拍到他们的住房情况后，回城里了，你就把当年的事情全都写出来。要是你文笔不够用，我可以找人帮你代笔，你口述就行。还有我爷爷奶奶当初分走我爸妈的赔偿款时，跟我们签的协议，一式3份，村委会那里有1份，我姐妹俩这里1份，还有他们那里有1份，把那份协议也发到网上去，谁对谁错，公道自在人心。村委会那一份，要是村委会肯帮你发到网上去，更有说服力。我和我姐离村甚久，又不在那里生活，他们不可能帮着我们的。我爷爷说我二堂哥年收入100万，一条村都是一个家族的，他们又混得极好，用脚趾头想也知道村委会是偏帮着他们的。战役没有说话，他决定等会儿到了服务区就停一下车，然后找个机会打电话给苏南，让苏南帮他把这件事办好。战先生，谢谢你。现在我们还是夫妻，夫妻是一体的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多少夫妻大难临头还各自飞呢？咱们是闪婚夫妻，没有感情，婚后也才10天半个月的，你都愿意与我一起面对这件事，我就很感激你。我姐和我姐夫是多年同学，又相恋多年才结婚，有了儿子。知道我姐妹俩被人送上热搜后，还是负面的热搜，我姐夫的态度就不是很好。海童，你不能拿你姐夫来和所有男人对比，那样对其他男人是很不公平的。千人千面，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。也是。前方有个服务区，你要上洗手间吗？我的车也要加点油。好。苏南，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都要让海家村当年的知情人替海童说话。放心，这种小事情我打个电话出去就能办妥。嫂夫人打算怎么做？准备好充足的证据，证明他们都是有能力支付医药费的人，再拿出当年签的协议，以及当年他们是如何对付姐妹俩的证据，有村民替他们说话，这件事便能彻底反转。嫂夫人倒是挺冷静的，思路清晰，有理有据，有你之风。她怎么就有我之风了？她是你老婆呀，你们相处时间长了，她不就受到你的感染，变得成熟沉稳，泰山崩于前也不变色？怎么夸她聪明冷静，你还不高兴了？还是你想到其他方面去？帮我派人去医院看看海家老太太现在什么情况。知道了，我帮了你这么多忙，等你回来后，我能休假1周吗？顶多休假1天，你要是休假1周，外界的人会怀疑你要被我炒鱿鱼了，商无痕还等着撬我墙角呢，怕他撬了个空，恼羞成怒了，所以你只能休假1天。当然，你要是需要去相亲、闪婚，我可以多给你1天假。你是海童吧？阿玉婶，是我。你回来了，走去家里坐坐。听说你奶奶生病了，说要去市里的医院治病，你爷爷他们浩浩荡荡地送着你奶奶去了市里，他们都开着小车，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他们是陪着你奶奶去喝喜酒呢。平时不见他们那样积极，你奶奶一生病就积极起来，做样子给我们大家看看而已。阿玉婶，他们平时不理我爷爷奶奶吗？他们也就是逢年过节来看看你爷爷奶奶。你爷爷有退休金，加上当年分走你爸妈的那大笔钱，你爷奶吃穿用都不愁。听说他们存款现在有30-40万呢。村里那几栋小别墅都是你叔叔伯伯的，他们几家是我们村里最有钱的人家了。你爷爷平时最喜欢吹他的儿孙多么有本事，要不是当年这位是你男朋友吗？这是我先生，姓战。你嫁人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最近才领的结婚证，还没有举行婚礼。好好好，你爸妈泉下有知，也能安息了。你爸妈那么好的人，却早早就走了，你们姐妹俩又被他们欺负得太狠。我总想着举头3尺有神明，什么时候神明替你们姐妹俩出气啊，让他们不得好死。战印不说话，全程手机都在录音。海童，知道你姐妹俩现在过得不错，我也放心了，就是你得小心点，别让你爷奶他们知道你们过得不错。现在你奶奶病了，听说是肝癌早期，要做手术，估计要花上一笔钱。以他们的尿性，一旦知道你们过好了，肯定会厚颜无耻的叫你们姐妹俩出钱的。他们哪一家不比你们有钱？就算他们叫你们出钱，你们也不要给，
当年他们说过的，只要把你父母死亡赔偿金分给他们一半，他们生不用你们姐妹俩养，死不用你们姐妹俩葬的。再说了，你奶奶儿女还有一大堆呢，怎么轮也轮不到你们姐妹俩来出这个钱。你只要记住，在你父母刚死，尸骨未寒，他们就瓜分你父母的死亡赔偿金，不养你们姐妹俩，霸占你们的房子、田地，连上坟都不让你们去给你爸妈上坟，不出钱也不用觉得愧疚。就是他们太过分了。战印把这些人说的话都录了下来，还把热搜的事告诉了村民们，并告诉他们会把他们刚才说的话当成证据进行反击。村民们得知战印录了音，想着既然都要得罪海家人了，干脆就做个好人。于是大家又说了很多海家人当年做过对不起海童姐妹俩的事情，都让战印录下来当成反击的证据。志明呀，你不是说你的办法很好用的吗？怎么都这个时候了，还不见海童姐妹俩送钱过来？你奶奶过2天就要做手术了，手术费、后续的医药费可得花上10几万甚至好几十万呢。2个死丫头在市里混了这么多年，肯定都混得不错，这笔钱无论如何也要让他们出。渊爷，你放心，已经有效果的了。我请朋友帮我忙，现在还在热搜上，热度不退。很多网友都在骂他们不孝，骂他们白眼狼，说爷爷奶奶养条狗都好过养他们呢。我让老二再写一篇后续博文放上去。他们会不会上网解释？谁信他们呀？我们请了那么多水军带节奏，不停的爆料，他们一冒头就会被愤怒的网友们骂死。志明，你用奶奶的手机再打电话给海童，如果他不想被骂死，就送钱过来。海玲嫁了人，估计没多少钱，就咬死海童，让他出钱，叫他拿60万过来，你就把你写的那篇什么文删了，否则让他身败名裂，嫁都嫁不出去。渊爷，我们不要主动打，等他们主动来联系我们，这样才能达到目的。你们用的相片可能让人无法认出他们来，那是10几年前的相片了。上次看到海玲的时候，那死丫头是越来越像她妈妈，海童倒是像起他爸。我们唯一的一张相片就是这张了，他们长大后都不与我们联系，哪来的相片？怎么回事？这排名怎么往下掉了？热搜排名掉了，是不是海童他们解释清楚了？不是，是原本就压在我们前面的那条热搜，不满我们这一篇博文分走了网友的注意力，打压我们。那条热搜是管城首富战少与伤势千金的八卦新闻。别想了，先吃饭吧，吃完饭我们再去你姐家。好。这时战印的手机响了起来。阿印，你和彤彤在一起吧，彤彤手机关机了，你把手机给他，让他听听电话。奶奶，海童呀，奶奶现在才知道你遇到了点麻烦，怎么样？需要帮忙吗？尽管跟战印说，他在职场多年，认识的人很多是大老总，处理这种事情那是得心应手，容易过吃饭，你也不用觉得不好意思。你们是夫妻，那小子要是连这点小事情都不帮你，等他回来，我揍他。奶奶，我没事，你也说这是一点小麻烦，我能处理好。不过战印也帮了我不少忙，今天一整天都在陪着我，算那小子有点良心和担当。彤彤，你去哪里了？我回老家一趟，收集了一些对我们有利的证据。姐，你还好吧？我这几年在家里带娃，几乎与社会脱了节，没什么交际，倒是影响不大。把手机号码一换，变安静了。那些网友骂我们骂得很厉害，说我们是白眼狼。爷爷奶奶含辛茹苦养大我们，现在我们有出息了，就不孝顺老人，连老人家生病住院，我们都不去探望，说我们无情无义，对不起老人家，也对不起九泉之下的父母。姐，不要去看那些键盘侠说什么，他们不明真相，见风便是雨，被利用了还不自知，以为自己多么的正义，多么的有善心，却不知道他们就是别人手里的棋子，用来伤害无辜的人。我陪你回老家的时候，在服务区打过电话，拜托与我们公司有生意来往的一位苏总帮忙调查了一下，他告诉我，你爷爷奶奶那边好得很，你叔叔伯伯、堂兄弟们都住进了离医院不远的酒店里，他们这样做，无非就是想逼着你们出钱。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钱。我也认识不少干媒体这一行的，他们怎么对你们，我们就怎么还给他们。很快，不孝孙女回应热议这条新闻，在战印的操纵之下冲上了热搜。志明，现在怎么办？全是骂我们一家人的，其他的可以不管，但志文的工作一定要保住呀！那些可恶的网友居然还去商事集团官网底下留言，说要开除志文。志文的工作最重要，要是因此害得志文丢掉了工作，我跟你没完。二叔，志文在那公司经营那么多年，深得他公司总部的信任，不会因为这一点事情就丢掉工作的。到时候我澄清一下，这件事与志文无关的就可以了。
那2个死丫头也太狠了点儿，不给钱就不给钱了，何必对我们赶尽杀绝？现在弄得我们灰头土脸的。你们要那样做的时候，我就不赞成的。10几年前，爸妈和海玲他们签了协议的，说好了生不用他们养，死不用他们葬的。现在妈一生病，你们就连成一条心逼人家拿钱。爸妈又不是没有儿女了，我们都还活得好好的呢。妈生病了，这本是我们当儿女的责任，非要逼着海玲姐妹俩。狗急跳墙，兔子急了都还会咬人呢。海玲姐妹俩可不是兔子。3年前你们去要彩礼的事不记得了？从我3哥3嫂走后，你们是怎么对海玲姐妹俩的？心里没点数吗？以为凭着你们写篇博文，颠倒黑白，就能道德绑架要道歉了？你们也不想想，他们一旦反击，是你们损失大还是他们损失大？他们就姐妹俩，我们却是一大群人。现在怎么办？看看能不能联系上海童，让他把博文删了呗，否则影响越来越大，我们所有人都讨不到好处，还会损失惨重。我再写一篇博文，以爷爷奶奶的名义向海童他们道歉，然后打亲情牌，说爷爷奶奶知道当年错了，现在后悔了，年纪又大了，更得了绝症，想见钱孙女，才会用那种极端的偏激的手段。想让我向他们道歉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就算当年签了协议，难道我就不是他们的亲奶奶了？亲奶奶生病了，他们不该来看看，不该给点钱给我看病吗？你们不要去看网上的评论不就行了？那些网友还能把我们都吃了。海童，你要请什么人来吃早餐吗？怎么做了这么多好吃的？没有请客，就咱们俩吃的。今天的太阳莫不是从西边升起来的？对对对，今天的太阳是从西边升起来的。你起来晚了点，没有看到那天下奇观，太可惜了。战印被他俏皮的话语逗得一笑，笑过后马上又绷起了俊脸。战先生，我能不能亲你一下？战先生笑起来很好看，让我心痒痒的，真想搂住战先生，狠狠地亲上几口。海童，你的脸呢？我的脸在这啊，咱们是夫妻，我才说这样的话。话说，咱们是合法的夫妻，就算我亲你一下，也很正常吧？闻言，战印本能地后退了几步，他会有这举动，还是上回拜海童所赐。这个举动逗得海童哈哈大笑，见他笑得猖狂，战印来了气，直接跨上前去，低头就堵住了他的嘴。在他笑声止住后，战印才松开了他。嘚瑟过头了，是要遭报应的。海童没有胆子真的去亲他一口，反被报复回来，只得悻悻地在他的对面坐下来。今天忽然做这么多好吃的，感谢我昨天帮了你的忙。明知故问。其实我帮你也是在帮我自己，怎么说你都是我妻子，你丢脸了，我的脸也不会好看。当然你知恩图报，我还是很开心的，有口福了。买车的钱不用再转给我了，我不会收的。给你买车也是为了我的面子好看，我平时工作忙，偶尔也需要带着太太去应酬的。要是让人知道我太太还要骑辆随时都会断电跑不动的电瓶车，我的脸不好看。那不是你赔礼道歉的吗？多重意思？既然你送我一辆车，那你不用再给家用了。你奶奶那边暂时不用理他们，等他们撑不住了，自然会向你道歉的。还有你爸妈当年留下来的房子，你们姐妹俩去打官司，不能全部要回来，也要让他们折现给你们一半，占着你们的便宜，还要咬你们几口。这样的人不必心慈手软。等我奶奶做完手术出院后再打官司要回我爸妈的房子，我一会把很多动都没有动过的给你打包好，你带到公司，饿了就吃，免得浪费掉了。我现在已经吃饱了，不用再打包。那我打包带到店里去。小军喜欢吃我做的早餐，还有念生也是，他上班时总会路过那里，等会我就发信息给他，叫他今天顺路过的时候进我的店里帮忙吃一点。给我吧，我二弟和我同一家公司上班，我给他带过去，以后就算要感谢我，也不要做这么多吃的，就咱俩又不是猪八戒，能吃多少？是1晨吧，那你给他带过去。好。